是的，我们在3楼有一个健身房，太棒了。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去看看。听起来很棒，旅行时可以去健身房，真是一种好处。我同意，即使出门在外，它也能更轻松地保持日常健身习惯。当然，另外，这是在漫长的一天会议后缓解压力的好方法。没错，良好的锻炼可以真正恢复你的能量水平。我喜欢那个。还有其他你想使用的设施吗？我也对游泳池感到兴奋，游泳是我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之一。听起来很棒，这是忙碌一天后放松身心的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。是的，我等不及要畅游一下，享受一些休闲时光了。第2课，天气基础知识。根据空气有重量并压在物体上的压力，气压计可以测量这种气压。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概念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。绝对可以，了解气压有助于我们有效地预测天气变化。是的，有趣的是，几个世纪以来，气压计一直被用来预测风暴和晴朗天气。对吧？对于水手和飞行员来说，它都是一个简单但至关重要的工具。我喜欢科学如何解释我们每天遇到的许多现象。没错，它增强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。它还能激发人们对事物运作方式的好奇心，这非常重要。是的，科学就是问问题和寻求答案。第3课，笑的力量。你知道，我无法停止嘲笑你之前讲的那个笑话，太滑稽了。笑真的很重要，不是吗？它使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减轻心情。绝对可以，它可以将沉闷的一天变成令人难忘和快乐的日子。令人着迷的是，笑声甚至可以缓解压力，让我们感觉更好。没错，有时候我认为笑是我们最好的良药。确实如此，只要听到别人的笑声，就能立刻振奋精神。即使是最愚蠢的事情，我也经常发现自己在笑，而且感觉太棒了。哦，我完全同意，没有什么比和朋友分享欢乐的笑声更好了。好吧，这是我们生活中更多的笑声。第4课，神秘艺术家。你知道我们在画廊看到的那幅精美画作背后的艺术家是谁吗？我不太确定，但我认为这可能是著名人物，也许来自现代。这是有道理的，这种风格肯定具有当代气息。是的，而且色彩非常鲜艳，完美的捕捉了生活的本质。我很想更多的了解那篇文章中使用的技巧，它很有趣。当然，艺术有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，而言语有时无法传达。我觉得每一次笔触都在讲述一个故事，邀请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它。
没错，这就像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对话。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站在那幅画前深思熟虑。第5课，陪审团的角色。我记得亨利说过，刑事案件应该根据12个诚实的人的意见来裁决。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，特别是考虑到公平判断至关重要。没错，在此类案件中，了解犯罪及其影响的人的声音至关重要。令人着迷的是，陪审团制度是如何设计的，以反映社区的良心。是的，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使判断更加平衡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正义需要将不同的观点融合在一起。我同意，这提醒我们法律体系中公平和诚信的重要性。它还凸显了担任陪审员所带来的责任。绝对可以，每个陪审员都有权对某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。第6课，保持健康。你知道，保持水分和避免饮酒对保持精力充沛也有帮助。如果那天我没有足够的水，上班时我通常会感到疲倦。人们很容易忘记补水，尤其是在我们忙碌的时候。是的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它能对我们的整体健康产生多大的影响。我注意到，当我多喝水时，我的注意力和能量水平会提高。这是真的。有时我们会忽略可以改善我们健康的简单习惯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这种平衡，不是吗？当然，另外，这是避免午后低迷的好方法。每天都要做出更健康的选择。第7课，时代与插图。你知道，《泰晤士报》是最早刊登插图的报纸之一吗？太迷人了。那时，它一定改变了人们消费新闻的方式。绝对可以。第一份使用插图的报纸为现代新闻铺平了道路。视觉元素如何增强讲故事和理解力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是的，它允许读者更深入地参与内容。我想知道当时读者对这些插图有何反应。他们可能发现它比纯文本更具吸引力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即使在今天，媒体的创新仍在继续发展。的确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信息更易于访问和更具吸引力。第8课，在剧院开会。我们晚上7点在剧院见面看那部新剧怎么样？完美，我等不及要看了，评论太棒了。哦，别忘了带上门票，我们不想错过。绝对可以，我一定要把它们准备好。也许之后我们可以吃点东西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讨论这个节目会很好。我喜欢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对表演的想法和看法。
是的，当你能谈论它时，体验会变得更加愉快。这是一个充满欢笑和精彩对话的娱乐之夜。第9课，培养内心的平静。是的，我读过这本书，这本书实际上是关于培养内心平静的，对吧？没错，它强调了正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。我觉得这很有趣，尤其是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中。很容易陷入压力，忘记为自己花点时间。是的，练习正念可以帮助我们奠定基础，改善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。我同意，只需深呼吸几下就能产生显著的不同。这是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工具，许多人忽略了。绝对可以，找到内心的平静，可以带来更充实的生活。这是为了拥抱正念，在小事中寻找快乐。第10课，管理截止日期。但是，当有这么多截止日期需要满足时，这太困难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完全理解，有时候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。是的，压力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生产力和幸福感。我发现，在兼顾多项任务时，很难保持专注。没错，有效安排和管理我们的时间至关重要。我经常列出清单来记录需要先做什么。这是个很棒的策略，它有助于可视化我们需要完成的一切。是的，当我们核对事情时，它会给人一种满足感。即使在最繁忙的时期，也可以再次找到平衡。第11课，通勤限时。这取决于交通情况，但在非高峰时段大约需要15分钟的车程。这还不错，我很欣赏当时的通勤如此顺畅。是的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一天中的时间能对旅行时间产生多大的影响。当然，我总是尽量在安静的时间计划行程，以避免交通拥挤的压力。太聪明了，它确实有助于使旅程更加愉快。我同意。另外，它可以让你有更多时间放松身心，享受骑行乐趣。没错，听音乐或播客可以将原本平凡的通勤变成一种愉快的体验。是的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，不是吗？绝对可以，稍作计划可以大大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。第12课，电话礼节。电话礼节非常重要，但有些人却觉得很粗鲁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令人惊讶的是，电话里会迷失礼貌。没错，以尊重和友善的态度对待电话中的人至关重要。是的，简单的请或谢谢可以在对话中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我认为，无论采用何种媒介，沟通都应始终保持尊重。绝对可以，它反映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。
此外，积极的语气可以带来更富有成效的互动。我完全同意，良好的沟通是生活各个方面的关键。这是为了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练习更好的礼节。第13课，处理困难的客户。在与具有挑战性的客户打交道时，保持简洁和专业是至关重要的，你不觉得吗？绝对可以，清晰度是关键，尤其是在情绪高涨的时候。我发现积极倾听会有所帮助，它向客户表明他们的担忧是有价值的。是的，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，确实可以缓解任何紧张局势。另一种有效的策略是保持冷静和镇定，无论客户如何反应。没错，保持冷静有助于引导对话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。我还认为，在初次对话之后进行后续对话，可以增强信任和满意度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，它表明了对解决他们关切的承诺。这是为了掌握优雅的处理困难客户的艺术。第14课，选择合适的球拍。我会记住的，我想要一款能持续很长时间的可靠球拍，尤其是在我的比赛中。这是个明智的决定，投资优质设备可以对性能产生巨大影响。没错，我见过玩家在用不起的廉价球拍而苦苦挣扎。是的，当你在重要的游戏中不能依靠装备时，这真是令人沮丧。我更喜欢能平衡重量和耐久性的东西，它确实会影响我的挥杆动作。这是真的，找到合适的握把尺寸对于舒适度和控制力也至关重要。我想在购买之前，我会去一家专卖店寻求一些建议。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，专家意见可以引导您做出最佳选择。这是为了找到能增强我的比赛效果的完美球拍。第15课，前往会场的路线。从这里步行大约10分钟，我希望它很容易找到。当我们到达主要道路时，是在左边还是右边？我相信它在左边，我们只需要留意那个大牌子即可。这很有帮助。我一直很欣赏明确的方向，尤其是在新的地方。是的，当你匆忙时，迷路可能会很麻烦。没错，我喜欢在出发之前有良好的方向感。我认为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专心致志，我们就会没事的。绝对可以。另外，拥有一款好的地图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正轨。这是一段通往目的地的顺利旅程。第16课，保持一致性的小贴士。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。关于如何保持训练的一致性，有任何建议吗？绝对可以。关键是要建立适合您生活方式的日常习惯。是的，我认为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可以帮助我保持动力。没错，重要的是要倾听自己的身体，并相应的调整训练。我经常为过度训练而苦苦挣扎，找到平衡至关重要。
这是真的，恢复日和锻炼本身一样重要。拥有一个锻炼伙伴，也可以更容易的遵守时间表。当然，它增加了问责制，使过程更加愉快。这是为了保持对我们的健身之旅的承诺。第17课，拥抱冒险。还没有，但我随时准备冒险。你呢？我喜欢探索新地方。有即将旅行的计划吗？我一直在考虑在山上徒步旅行，风景会令人叹为观止。听起来太神奇了！新鲜空气和美丽的景色永远是完美的组合。是的，这是摆脱日常压力的绝佳方式。我同意，大自然有办法使思想和精神恢复活力。你有最喜欢的徒步旅行景点推荐吗？绝对可以，离这里不远有一条小径，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景色。一起来计划我们的下一次冒险吧。第18课，调整舒适度。我注意到这里感觉有点冷，你能不能稍微提高一下温度？当然，我可以调整它，舒适度是关键，尤其是当我们想放松的时候。谢谢。我一直更喜欢舒适的氛围，尤其是当我们进行愉快的交谈时。我完全同意，舒适的环境决定了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。如果你再增加一点，我将不胜感激，我想完全放心。完全没问题，我会确保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恰到好处。太棒了，我认为这确实有助于营造我们的聊天气氛。没错，感觉舒适可以激发更深入的对话，你不觉得吗？是的，它创造了一个温暖的环境，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敞开大门。第19课，为冒险打包。当我们为旅行做准备时，记得带上防晒霜、帽子和轻便衣物等必需品，以备天气温暖时使用。好主意，保护自己免受阳光照射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当我们经常在户外活动时。没错，我不想让晒伤毁掉我们的冒险经历。我也不是，宽边帽既时尚又实用。轻便的衣服将使我们整天保持凉爽和舒适。听起来我们在要带什么方面意见一致，提前计划总是有益的。是的，这有助于在我们出去度过愉快的一天之前，避免最后一刻的压力。另外，整理好所有东西可以使包装过程更加顺畅。我同意，勾选我们装箱单上的物品总是令人满意的。第20课，拥抱极简主义。我一直在考虑为我的衣橱做一件个性单品的想法，你怎么看？我喜欢这个主意，一件大胆的个性单品确实可以增强服装并展现个性。当然，但我也对极简主义的设计很感兴趣，它们具有一定的优雅气息。极简主义可以让人耳目一新，永恒不变，让您在不压倒外观的情况下表达自我。没错，
简单的设计有时比浮华的设计更有说服力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能引起你个人共鸣的东西，不是吗？是的，令人着迷的是，不同的风格如何唤起不同的感受。当然，一件个性单品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，而极简主义则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。我认为在我们的衣柜中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重要。第21课，营销见解。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新项目的目标市场，了解我们想要吸引谁至关重要。绝对可以。确定受众将有助于我们有效的调整方法。我想知道他们在使用什么渠道来推广类似的产品，这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见解。对，社交媒体平台在吸引年轻人群方面可能非常强大。是的，对于喜欢直接沟通的年龄较大的受众来说，电子邮件营销可能更有效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了解我们的潜在客户在哪里度过时光，以及他们如何与品牌互动。没错，我们可以根据与之产生共鸣的平台来调整我们的策略。此外，了解他们的行为可以指导我们的内容创作和传递信息。令人着迷的是，有多少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策。第22课，观察辛勤工作。前几天，我看着一个双手都有后脑茧的小个子不知疲倦的工作，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。这听起来像是不可思议的奉献精神和韧性的表现。有些人为了谋生而努力工作，这确实让我感到震惊。是的，这提醒人们许多人为实现目标而做出的牺牲。我忍不住钦佩他的决心，看到这样的承诺令人鼓舞。绝对可以，它使您欣赏幕后付出的努力，而这些努力往往被忽视。确实，每一项成就背后都有辛勤工作和毅力的故事。认可和尊重这些塑造我们社区的故事非常重要。是的，分享这些经历可以激励其他人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。第23课，时间管理。你碰巧知道超市什么时候关门吗？是的，它在晚上8点关闭，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那里。很高兴知道，我们可以花点时间，不要匆忙购物。没错，在做出选择时有一点喘息的空间真是太好了。此外，它使我们有机会探索不同的过道，并发现新产品。是的，如果我们慢慢来，享受购物的乐趣，那么购物可能是一次有趣的冒险。我喜欢浏览的想法，而不仅仅是快速抓取我们清单上的内容。绝对可以。有时候，当我们不着急时，我们会发现意想不到的宝石。而且它使整个体验变得更加愉快，不那么像是一件苦差事。第24课，为和平而奋斗。在当今世界，追求我们之间以及与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在我们的互动中培养理解和同情心至关重要。是的，
像温斯顿·丘吉尔这样的人物提醒我们外交和对话的重要性。绝对可以。他强调团结与协作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训。思考我们如何为社区的和平共处做出贡献，真是令人鼓舞。是的，每一个小行动都很重要，无论是促进善良，还是挺身而出反对不公正。没错，在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中，我们都可以发挥作用。首先要理解不同的观点，并找到共同点。这是一段旅程，但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使我们更接近更光明的未来。第25课，解决安全问题。你听说过我们地区非常不安全的建筑物吗？是的，令人震惊的是，尽管状况如此糟糕，但有些建筑物仍然完好无损。这引起了人们对安全和适当监管需求的严重担忧。绝对可以。回扣与贿赂类似，唯一的不同是官员因无视安全协议而获得一部分款项。想到贪婪会损害这么多人的福祉，这真是令人沮丧。是的，它凸显了问责制在我们的系统中的重要性。我们需要倡导更严格的安全标准，以保护我们的社区。当然，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家中和环境中感到安全。对我们来说，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，并推动变革至关重要。第26课，校园必备品。我听说有一家书店，学生可以买教科书，你去过那里吗？是的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他们有多种选择，对学生来说非常方便。很高兴知道，当你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所有东西时，它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。没错，另外，支持满足我们教育需求的本地企业也是一件好事。我同意，随时可用的资源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繁忙的学期。说到资源，我听说校园里还有一栋体育大楼。是的，太棒了！使用健身设施对于保持平衡的生活方式很重要。绝对可以，它鼓励学生保持活跃并照顾好自己的健康。另外，参加体育活动可能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。第27课，体育用品冒险。我通常去当地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可供选择，可用于各种活动。听起来很棒。他们提供哪些类型的运动装备？从跑步鞋到瑜伽垫，甚至为喜欢骑自行车的人准备的自行车应有尽有。哇，这涵盖了很多领域。选择装备时有选择总是很不错的。没错，我经常在那里找到在大型连锁店看不到的独特物品。这是一大优势。在寻找优质产品的同时，支持本地企业是双赢的。是的，而且工作人员通常知识渊博，这在我寻求建议时会有所帮助。
我很感激员工对他们销售的产品充满热情，它使购物体验变得更好。绝对可以。此外，他们经常有促销和促销活动，这使得在那里购物更具吸引力。第28课，健康问题。我注意到有些人还在家里吸烟，他们的孩子吸烟。这真的很令人担忧，不是吗？儿童不应该承受成人选择的后果。我完全同意，二手烟的影响可能对他们的健康有害。是的，对于父母来说，了解他们为孩子创造的环境非常重要。这确实让你思考我们保护年轻一代的责任。绝对可以。教育和认识可以在改变这些习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我相信建立无烟区可以帮助有效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是个好主意。提倡更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可以为每个人带来更美好的未来。是的，鼓励就这些话题进行公开对话，可以帮助改变观点。第29课，酒店服务查询。对不起，你能告诉我酒店是否有洗衣服务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旅行时有洗衣服务总是很方便的。是的，特别是当你长途旅行，并且需要刷新衣橱时。没错，选择该选项可以节省您的时间，并使打包变得更加容易。我完全同意，这将使我们能够更轻的打包，避免过度包装。很高兴得知您无需寻找自助洗衣店就能拥有干净的衣服。对，此外，它使您有更多时间享受假期，而不必担心琐事。这就是酒店设施的美妙之处，它们可以增强整体体验。如果他们确实有洗衣服务，那肯定会让我们的住宿更加愉快。第30课，合同审查。我们可以再仔细看看合同的条款吗？当然，你想详细查看哪些具体条款？我想澄清一下付款时间表，了解时间表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当然，付款条件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对于预算目的而言。没错，知道何时到期将有助于我更好地规划财务状况。而且还必须确认对逾期付款的任何处罚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是的，我宁愿把所有东西都安排好，这样以后就不会有误会了。这是个聪明的方法。清晰的沟通可以防止潜在的问题。我同意，现在做透彻将为我们节省未来的时间和精力。